去爸爸，平时你的 YouTube 真的讲的有点枯燥无味啊，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能不能讲的有趣一点呢？现在的港股和 A 股好像开始下跌了而我看到美股好像反弹了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买回美股呢？各位，在我旁边那位美女叫 Alice， 之前也介绍过，她在跟我们学习之前，在股票市场是亏了一塌糊涂啊，一年内亏掉本金的75%啊。认识我们2年多之后，她的回报有300多个%哦。今天特意请到她来跟我一起做这个视频，原因就是有网友说我们之前拍的太深奥了，有点枯燥无味啊，所以今天有 Alice 来收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问奇葩法，希望我能够讲得更好一点。那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Alice 跟我这个配搭到底好不好哦。现在的港股和 A 股好像开始下跌了而我看到美股好像反弹了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买回美股呢？其实股票市场每天都会波动的，如果我们每天都能看得准，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放的话，那我们老早就发达了，每个人都是股神了。股票市场短期的波动是很难去预测的，我们也不要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好像一跌就要走，一涨就要买。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大的方向是看对的，那已经是不错的。那之前港股涨了这么多，其实已经是严重的超买了，很多人已经有很多的利润在手了。这个时候一旦股票市场不再涨那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会把手上已经赚了很多钱的股票抛售，这个时候股价就会调整了。相反来说，美股之前是跌了好多，跌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人又觉得美股便宜了，他们又会去捞底，再加上特朗普的政策也是经常在变，所以在这个时候美股有了1-2天的强劲的反弹也是很正常的。那关键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是无法能预料到特朗普明天的心情怎么样，或者整个股票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或者技术性的获利离场。所以我们平时不要太在意每天的波动，不要太贪心，天天都要赚钱。我们整体如果一段时间内能够跑赢大市的话，已经是非常不错了。那现在相对来说，港股和中概股之前涨了这么多，有一个调整的压力也是正常的。我们看到之前港股每一次涨了很多之后，到了超买之后都会有2到3个月的调整期，然后之后又有下一波的好消息，股票再上去。港股从2024年的1月份开始就是跟着这样的一个规律来走。美股相对港股现在还是比较贵的，美股贵也有它的道理，但是之前特朗普当选之后是涨过一波，很快的涨了很多了，后来就调整了。那整体来说现在又是跌了太多了，有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也是很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好风险管理的情况下，不要太在意每一天股票市场的波动，寻找一些优秀的股票作为中长期的投资，那就不用天天很担忧了。Oh, I see。那我之前呢，在25块的时候买了小米，那小米现在以53块2毛5配股，这样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那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好玩点，我来问你，我这个钱包里面其他都不值钱，这个钱包也不值钱的，里面有100块，这100块你愿意多少钱来买这只钱包呢100块吧。？100块啊，那我不愿意卖了哦。我里面有100块，这个钱包再不值钱也值一点钱，我肯定不卖了。那这个钱包500块，你卖不卖呢？那就肯定卖给你啦。其实一个公司在发新的股票的时候，它其实是把公司的一部分卖走了。如果这个公司就像这个钱包，它是不止它配股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它就是便宜的卖了，把它现有的股东或者每一股的价值是摊薄了。这个雷军这么聪明，肯定就不会这样做的。当然肯定这个股价现在已经涨到了很高了，很离谱了，比如刚才那个例子里面的500块了，这个时候雷军可以把这个钱包500块卖出去，而它内在的价值可能是远远不到500块，这个时候雷军就赚翻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企业的行动来做参考，评估一家公司每一份股票到底是值多少钱。所以我个人来看，雷军
这么聪明，要53.2毛5来发行股票，也就是卖多点股票的话，应该雷军认为他的公司的企业价值不到53.2毛5才卖的。那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比雷军更懂小米的企业价值呢？我自认没有这么多。所以既然雷军也觉得53.2毛5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那我当然就不愿意去高追了。那当然你卖不卖是你自己的事情咯。那是不是说小米的价格会跌下去，不会再升呢？其实股价的涨和跌是根据有多少人愿意多少价格买和多少人愿意多少价格去卖这个市场去调整的。市场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小米到底这只股票背后有多少的价值，所以很难说它一定会跌。如果真的小米把配股得来的资金再投入生产它的产品赚大钱，那长远也是对股东有回报的。但短期内我觉得增加了这么多的股票的供应，再加上这也很可能是雷军觉得现在小米股价过高的一个信号，所以短期内有调整的压力，跌的机会会多一点。但当然没有人会一定知道小米股价到底是涨还是跌的，要不然谁都去做空发财了。所以如果你是25块买了很多的话，现在可以锁定你的一部分的利润，剩下一些再看小米长线的表演咯。那好了，我问你一下，价值投资最关键的原则就是我们给的股价要低过这个企业背后每一股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买就有一个安全边际，我们的回报就会物超所值了。那你知不知道小米每一股它背后的企业价值是多少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哦。那你如果不知道它价值是多少，你怎么来做决定到底什么价格去买小米的股票，什么价格去放？我就是听到你在 GNT 的详细分析之后，自己又再做了一点功课才去买的。那我们就来估计一下小米这个企业到底值多少钱。那首先小米现在有4大业务，有它的手机，有它的 IoT 一系列的家居电器产品，有它的互联网服务，也就是通过小爱同学这些小米的产品来发送互联网等等的广告，还有最新的小米的电动车。所以我们买小米的股票做了它的小股东，其实是拥有了整个小米企业这么多的业务的其中一小部分。所以英文的股份叫 share， 在中文其实就是分享，我们是分享了整个小米集团的生意。那刚才说的小米4大业务到底值多少钱呢？我们怎么来计算呢？那如果我们用一个 enterprise value 除上它的销售额来计算，它手机的业务收入是1900多亿。那考虑到手机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市场，毛利率也不太好，只有大约14%左右。那我们给它一个企业价值的估值的倍数是0.7，这样它手机业务部分企业的估值是1342亿左右。那第二个业务 IoT 的业务2024年的收入是1041亿人民币，那我们给它一个估值的倍数是1的话，它这一部分就值1041亿的人民币。第三个业务互联网的服务，因为毛利比较高，所以尽管它只有341亿的收入，我们给它一个5倍的估值倍数，这一部分的企业价值值1705亿。那小米第4个业务电动车，因为它是2024年刚刚开始卖，而且是受产能所限制，我们预计它在2025年可以增加产能，卖更多的车。考虑到它的毛利率和它2024年收入的限制，我们给它企业价值是它2024年销售额的4倍。这样的话，它的车的业务就值1300亿。我们把这4个业务部分加在一起，再加上小米所持有的净资产，包括它的现金减去它的负债，这样我们就能得出来它的整个企业的价值。因为小米股票在香港上市，它的股价是以香港的港币来做计算的，所以我们把刚才所估计的企业价值转成港币的话，它的企业价值是6633亿，除上它的流通的股数，它每一股的内在企业价值是27块。
这跟今天的54块是接近只有一半。那现在算出来是值27块的话，股价现在已经54块了，那我不是买贵了吗？那我问你了，大多数人买小米的股票是为什么呢？应该是买雷军吧。所以我们刚才是把小米的4个业务来计算它的企业的价值，我们没有计算的是雷军，而大多数人去买小米的股票就是正因为是雷军，所以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那每一股27块是叫雷军的溢价，大家因为崇拜和相信雷军，给了小米有一个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米在高位配发股票，因为他们看到54块是超越了他们背后实实在在的企业的价值，在这个时候配发股票的话，是可以增发股票，就可以用比较小的价值拿到更多的资金了，这个时候雷军就赚翻啦。那就是说，小米现在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就值27块港币哦，但是它现在已经54块了，那就是说现在买的人就是买雷军这个名牌，因为一个人而买这家股票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之前的 Tesla， 因为当时市场非常崇拜马斯克，所以它的价格也飙到400多块，当时候的市值已经超过所有车企加起来的市值。那现在市场已经不喜欢马斯克，甚至是在憎恨他了，所以它的股价就腰斩了一半，所以马斯克就从一个资产变成一个有毒的资产了。那现在港股已经这么高了，美股又在调整了，我们的钱应该放在哪里呢？那你是投资还是投机呢？知道这个分别吗？那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投资者，那去泡泡教我们的是买一家公司是买它未来的赚钱能力还有发展，而不是关心现在价格到底是多少。那我问你了，我们眼光放长一点，看未来5到10年，中国的经济会不会继续发展呢？我相信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应该会增长的。那美国的经济会怎么样呢？那美国的经济应该也会发展的。那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买了一些好的企业，做了他们的股东，你未来通过这些企业赚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我相信应该会是多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会继续的持有股票。你不放钱在银行里面了？因为我相信这些公司带给我的利润会比放在银行更加多，所以我会选择继续放在股票市场。那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现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呢什么股票的知识都没有的。那之前呢，我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直接亏到75%，那其实我的心态直接崩了。直到我上了 GMT， 我一步一步的学习，到现在我的仓位已经赚了300多%。那去泡泡之前也教过我们从生活角度去寻找公司，而我平时买股票的证券商就是富途，那我研究完之后发现这个是个好公司，那我就买入了。另外，我经常使用美团来叫外卖，那这家公司也是家非常好的公司，我也买入了。那我个人呢非常喜欢雷军的，所以我也买了小米。投资就是这么轻松好玩。那当然，每个星期五跟去泡泡还有 Rich 学习，不仅仅是学会投资，更加重要的是学会投资人的思维，改变你对公司的看法，眼界也开阔了许多。还是那一句，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跟我一样的成绩。现在邀请点入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跟我一起去学习吧。